你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能大家平时不太注意，但又特别核心的事儿，就是美国内部它到底是怎么定对中国的这些政策的。对，这个确实很关键。我们拿到一份分析材料啊，里面就深入聊了聊美国国内有所谓的这个国家利益派，还有商业帝国派。这两个派别。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吧。咱们这次的目标呢，就是想帮大家扒开那些新闻标题，看看美国政策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好，那咱们先捋一捋啊。这个分析里提到，美国有些人确实是在琢磨着要调整国家大战略了，是有这个声音，想把中国重新就是说锁定成主要的对手，甚至还弄出了一套听起来挺厉害的6点计划。哦，具体说说。什么重振经济啦，加速那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有技术封锁，在中国周边拉拢盟友。这些都听过。对，还有加强亚太的军事部署。最后一条是有条件接触，目标是，这是原话啊，直到中国经济彻底崩溃。哇，这个说法挺狠的。是啊，所以要看懂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有时候强硬，有时候又缓和，老摇摆。据说啊，关键就得理解它内部这两大派，这两派到底是什么来头？你能给我们讲讲吗？好，这个关键就在这儿。这两派啊，他们的想法还有这个目标其实差挺多的。先说这个国家利益派，你可以大概理解成主要是搞外交的、军方的这帮人，再加上一部分国会议员。搞政治和安全的。对，他们脑子里头啊，成天想的就是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怎么搞势力平衡，总想着怎么把潜在的对手给摁住。制衡。没错，那另一派呢，所谓的商业帝国派，主要就是代表那些大型跨国公司还有华尔街的利益，就是搞钱的。说白了就是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在全球市场上把利润搞到最大化，他们希望全世界的规则都对他们做生意有利。建立一套有利于商业的全球秩序。是的，所以这里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国要想真正搞成一个长期的重大的国家战略，就是所谓的大战略，通常啊得需要这两派先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得先内部谈拢才行。对，要是他们自己都谈不拢，那这个政策就很难稳定，执行起来也费劲，效果就打折扣了。这么说就有意思了，我好像能想到一些例子，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框架解释？比如对俄罗斯。没错，你看对俄罗斯的政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苏联刚解体那会儿，国家利益派那帮人立马就主张要遏制俄罗斯，你看北约就不断东扩，对吧？对。但那个时候呢，商业帝国派就是那些大公司在俄罗斯做生意做得挺开心的，赚了不少钱。有商业利益在。是的，后来普京上台了，开始整顿国内秩序，把一些能源资源收归国有，动了一些寡头的蛋糕，就像那个有名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案啊，那个我知道，动了西方公司的利益。对，这下商业利益受损了，商业帝国派也就不爽了。结果呢，这两派就在得限制俄罗斯，特别是针对普京这事儿上，慢慢就找到了共同点，达成共识了。原来是这么个过程。那对中国呢？中美关系这几十年起起伏伏的，是不是也能看到这种影子？非常明显。你想想，80年代那时候中美一起对付苏联，中国又在搞改革开放，两派的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利益派需要中国牵制苏联，商业帝国派呢觉得中国市场机会大，所以那段时间关系就比较好。蜜月期。可以这么说。但到了90年代，苏联没了，国家利益派就觉得中国的战略利用价值好像下降了，有些人就开始琢磨着要遏制中国了。但是商业帝国派那个时候已经在中国投了好多钱了，工厂啊、市场啊，他们怎么可能愿意轻易就脱钩呢？所以那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特别摇摆。就是那个每年都要审的最惠国待遇。对，那个年度审议就是两派拉锯战的一个典型表现。后来不是发生911事件了吗？反恐成了美国最大的事儿，中国在反恐方面也能合作。这两派又暂时找到了共同利益点，关系又缓和了一阵。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什么变化呢？对，2008年确实是个重要的时间点，算是个坎儿。美国自己金融危机搞得挺狼狈，结果牛过头一看，中国经济不但没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垮掉，反而还在增长，国际影响力也上来了。反差挺大的。
这一下，国家利益派就更警惕了。他们觉得以前可能光盯着中东反恐了，有点看走眼。中国才是长期的真正的挑战，必须得加紧遏制。所以遏制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是的，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这个全面遏制的战略好像一直没能真正的完全落实下去呢？对，这也是我想问的。主要原因还是刚才说的内部共识这个坎儿过不去。你想啊，虽然国家利益派包括军方一些鹰派议员声音很大，你看他们在南海问题上就搞得很强硬，动作不断。新闻上经常看到。但是另一边，商业帝国派他们在中国的生意盘子实在太大了，而且很多还在增长。特别是现在全球经济整体复苏挺慢的，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说那可是少有的亮点和增长点啊。是，钱袋子在那儿呢。没错，真让他们彻底放弃中国市场，跟中国全面对抗，那损失太大了，他们不愿意。这种根本利益上的分歧，就导致这两派很难在全面围堵中国这个问题上达成真正的牢固的共识，所以就一直拧巴着。对，你再看一个细节，那份提出6点计划、呼吁调整大战略的报告，虽然在一些圈子里讨论，但在美国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华盛顿报》这些，你发现没有，并没有得到特别深入的报道和讨论。好像是没怎么看到深度分析。这背后可能就是掌握媒体资源的商业帝国派对这个调调并不感冒，或者说他们不想把这个事情推向一个不可控的方向。有道理。所以你看，现在媒体上炒作南海问题，更像是跟着热点新闻走，渲染一下紧张气氛。但要说这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共识，要全力遏制中国了，我看还差得远。明白了。所以说主要是内部还没搞定。那外部因素呢？比如美国的那些盟友，他们是什么态度？这也是个大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美国的盟友，你看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东盟这些，还有印度，他们大部分跟中国的经济联系都非常紧密。对，生意都做得很大。是啊，你现在让美国拉着他们一起对中国搞强硬围堵，他们心里也要打鼓，要么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够，掺和不起，要么就是觉得，没必要在中美之间非得选一边站，这对他们自己没好处。各有各的算盘。对，所以美国想拉起一个有效的步调一致的国际统一战线来围堵中国，其实也非常困难。当然了，这里面日本可能算是个相对的例外。日本怎么说？因为日本自己有他的小算盘，他一直想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束缚，想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更有作为，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跟着美国遏制中国，对他实现自身的目标有帮助，可能会表现得更积极一些。明白了。所以咱们绕了这一圈看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美国在南海这些地方表现出的强硬姿态，更像是怎么说呢？国家利益派在内部共识还不够的情况下，搞的一些间歇性发作，或者说是一种试探。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一个已经板上钉钉、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国家大战略的体现，至少目前还不是。商业帝国派的这个巨大影响力，就像一个重要的刹车片，或者说稳定器在那里。对，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美国对华政策好像有点时而强硬，时而缓和，有点精神分裂的感觉。确实是这样。那么就留给大家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了。既然美国内部这个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总是在这样持续的博弈较劲，那像中国现在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这种旨在加强全球经济联系的倡议，它会不会反过来影响美国那些商业帝国派的态度呢？有可能。如果商业帝国派的态度因为这些经济联系的加深而发生变化，那反过来又会对未来中美之间这种大的战略互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这或许能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未来的走向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好，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不客气。